绝症时的白月光在为老公诞下孩子的那日，公公婆婆竟调派了10个保镖守在产房之外，以防我前去闹事。可直至生产结束，我都未曾现身。婆婆紧紧握着白月光的手，感慨不已：“甜甜，有我们在这儿呢，苏欣那家伙休想伤害到你和你腹中的孩子。”老公则满脸疼惜地陪伴在白月光身旁，为她擦拭着汗水。别担心，爸特意安排人守在医院门口，要是苏欣赶来捣乱，我们就把她给赶出去。在久久不见我的身影后，她这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。她实在想不通，自己只是想圆一圆白月光当母亲的心愿，为何我偏偏要无理取闹呢？看着护士怀中那哇哇啼哭的婴儿，她欣慰地露出了笑容，心中暗想着，要是明天我能够来给白月光赔礼道歉，她就记我不救，之前所有的争吵也都可以一笔勾销，并且愿意让我成为孩子的母亲。然而她并不知道，我刚刚递交了前往联合国的申请报告，1周之后我就要注销自己的国籍，成为一名无国界的医生，从此与她天涯相隔，再无相见之日。季寒风搀扶着江甜甜从月子会所走出的那一天，我恰好完成了医院的交接工作，刚走到门口，便听到里面传来的欢声笑语：“这孩子可真漂亮呀！那浓眉简直和我们寒风如出一辙。甜甜，你可真是我们季家的大功臣呢！”婆婆开心地逗弄着怀里的婴儿，而季寒风则正从厨房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排骨汤。“甜甜，你辛苦了，这是我亲手为你煲的汤，你身子弱，得多补补。”她坐在床边，满脸温柔地给江甜甜喂着汤，那模样俨然就是一副和和美美、其乐融融的一家人。公公手里拿着拨浪鼓逗弄着孩子，笑得嘴都快不拢了。这孩子跟他妈妈一样惹人喜爱，幸好不是苏欣那闷葫芦的，不然有个医生妈可真是让人发愁啊。我紧紧握着门把手的手瞬间用力收紧，回想起第一次见到公公的时候，他满脸骄傲地拍着我的肩膀，直言有个当医生的儿媳让他倍感自豪。可如今他却口口声声地说医生不配拥有家庭。我垂下头，苦涩地扯了扯嘴角。我与季寒风结婚已经3年了，曾经我们也拥有过一个孩子，只是因为一次意外，我失去了那个孩子，并且子宫受到了损伤，这辈子都无法再生育了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我哭得泣不成声。季寒风将我紧紧抱在怀里安慰我，他说过这辈子只为我生孩子，为了我，他甚至主动选择丁克。可如今他却违背了自己的诺言，为了满足白月光的遗愿，亲手打破了自己坚守的原则。我还记得出国进修的那一天，他哭得像个孩子一样，紧紧地抱着我，舍不得松开。明明这1年以来，我们每天都会通电话，分享彼此的生活，就连身边的同事也会调侃我们俩结婚3年了，却依然像热恋中的小情侣一样。可就在1个月前，我好不容易申请到了休假，回家探亲。即便坐了整整9个小时的飞机，我也没有喊过一句话。马不停蹄地赶回家后，却看到季寒风和江甜甜手牵着手在小区楼下散步，而江甜甜的肚子赫然已经微微隆起。我的思绪被江甜甜的话拉回了现实。苏欣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怎么站在门口不进来呢？听到她的话，屋内的其余几人也纷纷朝玄关处看来。当婆婆看到我手上的辞职报告后，眉头皱得死死的。我怎么就同意寒风娶了你这么个扫把星呢？辞职不干，是准备好吃懒做，让寒风养着你吗？公公也跟着指责起来，连这么好的工作都干不好，你还能干什么？早知道你这么没用，当初就不该让你进我们家门。甜甜现在身子金贵，她和孩子处处都要花钱，你不帮寒风分担压力，反而添乱，你有这样当老婆的吗？听到这些话，我只觉得可笑至极。那季寒风呢？在我进修期间就把别人的肚子搞大了，他有这样当老公的吗？苏欣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季寒风眉头紧锁，看向我的眼神中满是冰冷。你生不了孩子，我让甜甜给你生个孩子，这是一片好心，让你体验一下当妈的感觉，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呢？况且这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，既能满足甜甜的心愿，让她无憾的离开人世，你也能毫无痛苦的当一回妈妈。真不知道你在气什么。2年前要不是江甜甜在车祸中救了我，我早就已经死了。她父母双亡，现在又确诊了癌症晚期，再过一段时间，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人记得她了。同为女性，你不应该同情她吗？为什么总是针对她？还是在你心里，我就是那种龌龊肮脏的男人？江甜甜满脸心疼地拉过季寒风的手，转头看向我，苏欣姐，你还是少说2句吧。我知道这都是我的错，我保证从今以后都不会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了，但是别因为我影响到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，好吗？看着面前这4个人早已达成了统一战线，我心中满是讽刺，原来这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啊。这时季寒风突然开口说道，苏欣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要是再敢无缘无故的针对江甜甜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你要是还想和我继续过下去，就消停点。下周的满月酒宴上，我可以当着亲戚朋友的面承认你就是孩子的妈妈。下周吗？我扫了一眼婴儿车里已经进入梦乡的孩子，下周我就要踏上前往国外的行程，但在临走之前，我可不介意给他们送上一个让他们永生难忘的惊喜。我神色如常的颔首，好。言罢，我全然不顾他们的反应，径直转身回到卧室，开始收拾行囊。既然决意要决然离去，我自然不愿在此留下丝毫痕迹。客厅外的欢声笑语透过门板传入耳中，我叠衣服的双手微微一滞。甜甜，孩子便唤作纪念甜吧，长久的思念着甜甜，即便将来她换他人为母，也不会忘却你这亲娘。
即便未曾亲眼目睹，我亦能想象得出纪寒风说出这番话时的满脸深情，而我的心早已被他伤得千疮百孔。我蓦地一起上月匆忙赶回家中，手中还提着特意从国外为纪寒风购置的纪念品，可却在家门口瞧见携手散步归来的纪寒风与江甜甜。与纪寒风脸上的惊恐不同，江甜甜则是一脸疑惑地望着我，质问我是否走错了门。你是不是走错门了？这是我家啊！我一言不发，目光死死地盯着江甜甜隆起的孕肚。离家10个月，我的丈夫竟带着她的白月光住进家中，而且对方还怀有身孕。此间发生的一切不言而喻，直至纪寒风慌里慌张地挡在江甜甜身前向我介绍，这位是我老婆苏欣。本以为听闻此言，江甜甜会有所收敛，可她却摆出十足的女主人架势，还邀请我进家做客。擦肩而过之际，她用只有我们2人才能听见的声音轻声说道，听说你与寒风成婚已3年，替代品终究只是替代品，怎比得上我这正主？我一回来，你还不乖乖给我让位？怒火陡然升腾，我再也无法抑制，抡圆巴掌朝他脸上扇去。与纪寒风分别的10个月里的思念，此刻全都化作了愤怒。直至邻居听到动静报了警，我们皆被带去了警局，但因涉及家事，警方难以插手，只得让我们先回家。刚一到家，闻声赶来的公公婆婆便劈头盖脸的对我一顿责骂，骂我一回来就搞出这般大的动静，让街坊邻居都看了笑话，还骂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都白读了，居然动手打人，若是真出了什么事，绝不会饶过我。他们一直都知晓纪寒风与江甜甜的事，甚至还大力支持。短短1年时间，江甜甜已然成为他们心中的完美儿媳，唯独我被蒙在鼓里。我口中满是苦涩，而纪寒风红着眼圈走到我身旁，试图拉起我的手进行劝说。苏欣，我从未想过背叛你，只是甜甜身体不好，医生说她最多只剩半年可活，而她唯一的心愿便是成为母亲，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。她毕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不忍心让她抱哈而终。我之前也曾想过与你商量，但你远在国外，我怕打扰到你的学习进程，让你分心，这才想着等你回国再说。你若愿意，我们一同将这个孩子抚养长大可好？这般重大的事情从他口中说出，却显得那般轻描淡写。我将最后一件衣服收入行李箱，此时婆婆推门而入，她看到我脚边的箱子，脸上露出一副还算你识相的表情。你之前未曾归来，我就让甜甜睡在你房间了，如今书房也已改造成婴儿房，今晚你就睡在客厅吧。你要是不乐意，那就出去住酒店。我着实是累了，没有精力再出去找酒店。微微点头，准备在沙发上凑合一晚。可到了深夜，卧室里却一直传来婴儿的啼哭。我翻了个身，正准备戴上耳塞，又听到江甜甜的抱怨声：寒风，你管管宝宝吧，他一直哭。随后传来纪寒风的轻声笑语：你不就是我的乖宝吗？管好你自己就行了，小孩子多哭一会儿能锻炼肺活量。我将被子蒙过头顶，竭力想要忽略他们的欢笑声，可一闭上眼，眼前仿佛就浮现出纪寒风第一次向我表白时的模样。那时的他青春阳光，满心满眼皆是我，但那样的他再也不属于我了。我就这样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夜，次日黎明时分便拎着行李箱出门了。我前往管理局注销了自己的户口，同时也办理了相关的出国手续。因为持有批准的证件，所有手续办理得很快，工作人员也未曾多问什么。直至临走之际，工作人员突然叫住我，他递给我一把水果糖，愿你所愿，终能实现。我朝他欣慰的一笑，走出后就在附近找了家酒店。将行李放下后，我准备出门找点吃的，未曾想却撞见了纪寒风与江甜甜一家4口。江甜甜手上戴着贵重的手镯，一脸得意，哪有一丝将死之人的模样。苏欣姐，我刚才从远处看着就像你。寒风还非说你不可能在这边呢，他的视线落在我手中的招聘简章上，了然一笑。原来你是出来找工作的，不过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，要去当服务员呢？你就算是和寒风哥赌气，也犯不着这般伤害自己啊。我没有做声，这张招工简章是刚才路边一个小姑娘塞给我的，我见她大冬天还在街上发单页，便顺手接了一张。见我没有回应，只是紧紧握住手中的单页，江甜甜眼中闪过一抹得意，嘴角更是疯狂上扬。你早说要找工作，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。都是一家人，你过得好，寒风的后半生和孩子才有依靠，我才能放心。而我此刻的沉默无疑是默认了。原本神色疑惑的纪寒风脸色陡然一变，他紧皱着眉头，嘴唇扯成一条线，看向我的眼神中满是鄙夷。有什么好介绍的？他自己非要辞去那么好的医生工作，现在就算是饿死街头也不值得别人同情。苏欣，没想到你为了逼迫我放弃孩子，居然能使出如此不择手段的招数，你真让我失望。我望着他熟悉的脸庞，此刻却只觉陌生至极。记得刚结婚那会儿，我因医院内部的恶性竞争导致职位波动，一度想要辞职转行。纪寒风听闻后，只是将我拥入怀中，轻拍着我的后背安抚道：夫妻一体，无论你做出何种决定，我都全力支持你。离职又有何大不了？老婆，我永远都会陪伴在你身旁。可如今他却任由别的女人羞辱我，他忘却了曾经对我所说的话，似乎也忘却了曾经对我刻骨铭心的感情。跟随其后的公公婆婆亦是满脸鄙夷的摇着头。苏欣，你简直就是只下不了蛋的母鸡，成天不着家，拿什么和甜甜比？就你这般模样，
韩风找别人也是情理之中，要怪就怪你自己没魅力。两人越说越离谱，身旁路过的行人也纷纷朝我们这边投来审视的目光。我垂在身侧的双手紧紧握拳，指甲深深陷入肉里。正欲开口，江甜甜忽然跨步上前：“我们正打算去拍全家福呢，苏欣姐你也一起吧，往后余生还得麻烦你帮我照顾韩风和孩子呢。”我瞥了他一眼，默不作声。一旁的季寒风顿时不乐意了，将江甜甜护在怀中，冲我不屑的嗤笑：“甜甜，我知道你心善，但人家可未必领情。苏欣，你摆什么脸色？去不去随你？就你这样的，上了镜只会拉低我们全家的档次。”说完，他拉着江甜甜转身朝影楼走去。那我们就先离开了，不耽误苏欣姐你继续找工作啦。临走前，江甜甜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我心中已然毫无波澜。在外人眼中，这一家子是多么和睦啊！倘若这就是季寒风所期望的，那我放手成全又有何不可？距离离开仅剩3天之时，我收到了院长发来的信息，说是之前我拜托他联系的专家今日刚好在国内参加论坛，可让他帮忙给我婆婆看看哮喘。婆婆一直患有哮喘，这些年虽得到控制，但哮喘仍会时不时复发，早年还曾被送进医院急救。所以我在外地深造时，也曾拜托身边的同事帮我收集一些相关病例。不管怎样，多年的情分仍在。等做完这件事，我与他们之间就彻底两清了。可婆婆一听我要带她去医院，脸色瞬间变了。好好的去什么医院？就因为我说了你几句，你就故意咒我死？苏欣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我之前体检时，医生都说很健康，有什么好检查的？有一位专门研究哮喘的顶尖专家，今天刚好在国内，您可以去看看，就当复查了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婆婆就抄起水杯砸向我。说的好听，顶尖专家是你一个无业游民想约就能约到的吗？成天就知道吹牛。你看看人家甜甜之前熬夜去帮我挂专家号，那时候你在哪呢？他一个劲的拿江甜甜和我做比较，态度已然表明一切。无论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，无论我怎么做都比不上江甜甜。当这个念头在心底滋生，我只是苦笑着。既然您不想去，那就算了，就当是我多管闲事，自讨没趣。很快就到了孩子满月酒的那天，我姗姗来迟，步入宴会厅，只见里面挤满了叫不出名字的亲戚们，一时间竟有些恍惚。这阵仗比我和季寒风的婚礼都要盛大，而就在宴会厅的大门口，甚至张贴着他们一家5口的全家福。至于我，从头到尾就是个笑话。亲戚朋友们看到我出现，立刻交头接耳说着什么，不用听也能猜到大概。很快，大姑就拉住我的胳膊寒暄起来：“苏欣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没听寒风说过？而且你们什么时候有孩子了？听说你这次留学深造回来，在中心医院就要被提拔成正级主任医师了，你这未来的前途一片光明啊！”我没有回应，只是微微点头以示礼貌。但我能看出他们眼神中的鄙夷之情再明显不过，毕竟全家福里没有我，而宴会上一直陪伴在季寒风身边的人也不是我。有好事的人指着不远处正在给季寒风喂甜点的女人问道：“苏欣，那女的是谁啊？”我淡淡一笑：“季寒风的新老婆。”周围竖着耳朵听八卦的大姨们瞬间瞪大了眼睛，接着又扎堆交头接耳起来。既然季寒风一家都不在乎，我又何必帮他们遮掩？就在这时，季寒风走上台，拿起了话筒：“很高兴大家能来参加我儿子的满月酒宴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未想过成为一名父亲，也觉得自己无法成功的扮演好父亲的角色。但当我听到婴儿啼哭声的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作为父亲的责任和担当。站在我身边的大姨扯着嗓子喊道：“让孩子妈妈也上去讲2句啊！孩子妈妈在哪呢？”宴会厅内的气氛瞬间凝固，大家的目光在我和江甜甜之间来回扫视。答案已然明了，但大姨这么一闹腾，似乎就是在等季寒风自己亲口承认。我与季寒风对视，然后缓缓走上台，在他惊愕的表情下，从他手中夺过话筒：“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别乱说话，否则我不会饶了你。”他的眼底闪过一丝慌乱，悄然拉住我的衣袖，压低声音对我发出警告。然而我却目不转睛地抽回了手，若自身无措，又怎会畏惧那所谓的鬼敲门呢？就在此时，我缓缓开口说道：“首先，我非常感谢诸位大老远的前来参加今日的满月酒宴，在场的各位亲戚，当年也是亲眼见证我与季寒风携手步入婚姻殿堂的人。婚后，我一直铭记着大家的祝福，但刚才你们进来的时候，想必也看到了门口的那张全家福。”听闻此言，季寒风的脸色陡然一变，他面色阴沉地朝我冲来，试图抢走我手中的话筒。我敏捷的一闪身，躲开了他的动作，紧紧握住话筒，继续说道：“说实话，我自己看到那张全家福时也十分惊讶，但相比之下，更让我震惊的是，我外出进修1年，回国后竟然撞见季寒风与别的女人在一起，并且还与对方有了孩子。他们甚至还以为我好为借口，想要将那个孩子寄养在我的名下。可惜这口气我咽不下，这口锅我也不愿背。季寒风，我们离婚吧。”说着，我从怀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，用力地扔在他的脚边。这是从看到他与江甜甜在一起的那一天起，我就一直渴望去做的事情。季寒风脸色惨白，想要夺过话筒，以控制现场的喧闹气氛，同时又想抓住我的手臂，好好向我解释。
苏欣，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吗？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只要你不再提起这件事，我们一家三口以后就能好好过日子。一家三口，在纪寒风口中的那个三口之家，除了不能有我，其他人似乎都可以。而我也不再想继续欺骗自己了。我甩开他的手，冷漠地说道：“签字吧，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我祝你幸福。”纪寒风用力地摇头：“我不会签字的，我不同意和你离婚。苏欣，你别想，其实在我联系律师拟定离婚协议的时候，律师就曾说过，我可以要求纪寒风净身出户。毕竟他在我们的婚姻期间，明目张胆地与别的女人有了孩子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有什么苦衷，这都是他背叛婚姻的最有力证据。但进行调查取证，再到法院宣判，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。我即将踏出国门，即便身上带着再多的钱，也没有地方可以花，所以我只是拿走了本就属于我的那部分财产，并委托律师在我离开之后，将全部财产捐赠给山区的希望小学。我与纪寒风已经无话可说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淡淡的看了一眼现场混乱的场景，转身就要离开。纪寒风见状，不甘心地将孩子交到婆婆的手中，接着就要追出来。苏欣，等等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然而还没走出几步，江甜甜却突然捂住胸口，急促地喘息着。寒风，我好难受，可能是刚才受到了刺激，我好像快要撑不住了。听到江甜甜这样说，纪寒风的脚步瞬间僵在原地，立刻转身折返回去，将江甜甜护在怀里。甜甜，你没事吧？你坚持住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面对他的决定，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，毕竟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为了江甜甜而抛弃我了，而我在他一次次的偏袒和抛弃中早已习以为常，原本会感到失望和难过的心也早已变得千疮百孔，习惯了麻木。最终纪寒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大步流星地离开的背影，心想等这一切都结束了，再好好与我聊聊也不迟。反正只要他不松口同意离婚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永远不会断绝。这么想着，纪寒风的心中也稍稍安稳了一些。然而他却不知道，从他与江甜甜生孩子的那一刻起，从他背叛感情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再也没有可能了。我离去后，纪寒风一行人手忙脚乱地将江甜甜送往了医院。然而在前往医院的路上，婆婆似乎因为情绪波动过大，导致呼吸不畅，哮喘再次发作。婆婆脸色青紫，紧紧拉住纪寒风的手，艰难地求救：“儿子，救救我，妈好难受。”另一边，江甜甜也皱着眉头，紧紧拽着纪寒风的衣角，不肯松手。寒风，我有些喘不过气来了。纪寒风眉头紧锁，一个头两个大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先去安慰谁。就在婆婆即将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，他们一行人碰巧遇见了院长和哮喘领域最权威的专家。此刻的纪寒风什么都顾不上了，一个箭步冲过去，扑通一声，重重地跪在院长和专家面前。院长、主家，求你们救救我妈，她哮喘复发了，现在情况真的很危险。之前还有一个叫江甜甜的人去排队挂过您的号，您还记得吗？那名权威专家盯着纪寒风看了许久，接着试探着问道：“你是苏欣的老公吧？”纪寒风眼中闪过一丝喜悦，仿佛看到了希望。“我是，不过这和苏欣有什么关系？”专家郑重地说道：“怎会无关？先前他经由江院长找到我，表明期望我能为他婆婆瞧病。彼时我在他手机上瞧见了你的照片，还夸赞他有孝心呢。可我记得他前些天告知我无需看病了，如今这又是何种状况？”听闻此言，纪寒风猛地抬起头，眼中满是不解与震惊。“苏欣，你是说苏欣联系的你？这怎可能？联系你的不该是甜甜吗？”专家被这般质疑，不悦地皱起眉头：“你是觉得我有意撒谎骗你？”纪寒风知晓专家生气了，正欲再做解释，专家却已不愿给机会，拂袖而去。专家离开后，纪寒风整个身子瘫坐在地。他们始终不相信我有能力联系到权威医生，以为那些都是江甜甜所为，如今才知晓，一直以来他们都误会我了。这一刻，纪寒风竟不知该说些什么。待回过神来，他仍想去追专家。“专家，抱歉，先前多有冒犯，可我母亲是无辜的，求你救救她。”然而院长抢先一步将纪寒风拉开，面带歉意道：“很抱歉，纪先生，我们即刻要乘飞机去美国参加研讨会，恐怕无法参与手术。但请你放心，我们这里的医疗团队是全市顶尖的，定会尽力抢救你母亲。”说完，两人一前一后离去。而这件事是我后来听院长提及的。据说纪寒风跪在医院手术室门外，身旁的公公满脸懊悔，气愤的一拳打在纪寒风脸上：“你这逆子，把你母亲害惨了！我之前就说过，苏欣即便再不要脸，也不至于拿这种事开玩笑。你们都不信我，如今好了，要是你母亲真出了事，你就是罪魁祸首。”纪寒风低着头，一言不发，宛如一个犯错的孩童。可公公的暴怒声却把怀中的婴儿吓得大声啼哭。婴儿的啼哭声惹恼了公公，他气呼呼地将孩子放在旁边的塑料座椅上：“哭什么哭？成天就知道哭，还以为生了个祖宗呢。纪寒风，这是你儿子，你自己哄去。”但纪寒风已全然顾不上这些，他缓缓掏出手机，想要给我打电话。或许此刻只有我能联系到权威专家来做手术了，可我的电话却根本打不通，因为那时的我已经登上飞往国外的飞机。飞机上，我的脑袋倚在窗边，望着窗外的景象逐渐褪去，
直至一股向后的惯性将飞机带上蓝天。我竟有种不真实的感觉，从这一刻起，我不再拥有自己的国籍，我将全身心奉献给全世界。历经10多个小时的飞行后，我和同伴被通知与国内的平安祥和景象截然不同，这里充满了战火与武装，稍不留神便可能丢掉性命。在车内小憩时，来接我们的医疗领队向我们介绍目的地的情况。与此同时，他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枪。他说救死扶伤固然重要，但比使命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生命。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。我忽然忆起和季寒风结婚的那几年，我将他视为自己的全部。那时的我又何尝不是将他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呢？可惜记忆中的少年郎终究已逝去，死在了他最爱我的那个年纪，而我也与他彻底结束了。往后我不会再被他左右情绪，不会因他与江甜甜的亲密而伤心难过，更不会为了他放弃自己的前途和事业。余生我只为自己哭泣，为自己欢笑，只为自己而活。很快我们抵达了目的地。泥泞的路上，许多伤员就那么坐在地上，手臂或小腿上都是伤口。我这才得知，这个地带刚刚经历了轰炸，而这些伤口触目惊心的伤员，只是刚才那场灾难中受伤较轻的。由于手术室已容纳不下，他们只能被安置在路边。现在的我已将所有想法抛诸脑后，飞快地跑过去帮他们包扎。而这样的工作只是一个开端，在往后的几个月里，我每天所经历的事情似乎都在刷新着我的三观，同时我也愈发坚定了自己的内心。我从不后悔来到这里，也不后悔成为一名无国界医生。直到某一天中午，同事气喘吁吁地说有人找我，我以为是伤员，正准备出去时，同事又接着说，好像听说是从国内来的人，一个男的。我的步伐微微停滞，季寒风的模样瞬间在脑海中浮现，心中猛地一紧，难道真的是他？还没来得及说出拒绝的话，季寒风就已经找了过来。苏欣，真的是你。他双眼通红，猛地冲过来抱住我，我能感觉到他的泪水滴落在我的脖颈处。我记得刚登上飞机的时候，律师就给我发了信息，他说离婚官司已经正式提交，不管季寒风愿不愿意，法律上都会在半个月内判定我们的婚姻无效，进入离婚状态。所以现在他又何必如此费尽周折地找过来呢？想到这里，我有些不自在地推开他，神情冷淡。季寒风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听我这么说，季寒风眼圈更红，声音沙哑地说道，苏欣，别推开我好不好？我跑遍了所有的机场，问遍了所有的机场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你。你知道吗？你离开后的这1个月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我妈也走了。我微微一愣，完全没想到季寒风的母亲已经离世。在我发呆的时候，季寒风自顾自地说道，苏欣，对不起，我们当初都不相信你，以为你在说谎。可真正说谎的人是江甜甜，她就是个骗子，她根本就没去找什么权威专家。我妈的病也一直被耽搁着，要是当初我们听了你的话，去找专家看看的话，她现在或许还活着。都是我的错，我当初就应该相信你的，是我伤害了你，也害死了我妈。我爸妈的没错，我就是个灾星。说着，季寒风捂住脸蹲下，痛哭起来。看着他哭成泪人的模样，我站在原地没动，心中也有些不是滋味。在这1个月里，我每天都在经历着生离死别。我本以为自己已经麻木了，可现在听到季寒风的话，心中依旧很难受。毕竟最开始的时候，在江甜甜还没介入我们之间，没介入这个家庭的时候，婆婆对我还算不错。在我失去孩子后，她还会主动给我炖鸡汤，帮我翻身擦背。直到江甜甜出现后，婆婆才开始拿我不能生育这件事对我百般挑剔，对抱孙子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。发呆间，季寒风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，对不起，苏欣，我后来一直都在找你，我想亲口向你道歉，可我那时候才知道，原来你不是随随便便就离职了，而是想要成为一名无国界医生，所以我才不远万里的来找你。你跟我回去吧，好不好？这里太危险了，我已经失去了母亲，不能再失去你了。我摇摇头，不，我不会回去的。无国界医生，我现在已经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了，我能回去哪里呢？除非等到战争胜利的那一天，等到没有战乱的地方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才能回家。而在那之前，这广袤的天地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是我的家。见我态度坚决，季寒风终于开始慌乱起来，紧紧拉住我的手，语气也急促起来。对不起，苏欣，我真的知道自己错了，我不应该骗你，不应该自作主张的和江甜甜去生孩子。你怎么对我都可以，但是别再说这样的气话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我已经付出代价了，江甜甜的身体状况很差，医生说可能就是这几天了。苏欣，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怎么生活？你之前明明说过会陪我一辈子的，你都忘吗？我用力把手从他的双手中抽出来。过去的事就过去吧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季寒风，你以后的生活怎么过是你的事，与我无关。别忘了，先背弃誓言的人从来不是我，而是你。既然你背弃誓言在先，又凭什么用誓言来约束我呢？哼！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，我不可能吃回头草，更不可能回去给你和你儿子当免费保姆，你死心吧。季寒风眼圈泛红，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些什么。不等他开口，我便出声打断，
我还有事，这里很危险，你也早点回国吧。说完，我转身朝营地走去，身后传来季寒风的声音：苏欣，要是你不回去的话，那我也不回去了，我就在这里陪着你，等你做完想做的事情，我跟你一起回家。我眼皮都没抬，根本不想理会他的话。就在我刚走2步的时候，我听见季寒风接了一通电话，似乎是国内医院打来的。你说什么？江甜甜死了？我现在就回国，你们一定要等着我回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天空中忽然飞过2架轰炸机，听到那熟悉的轰鸣声，我下意识地把季寒风推开。季寒风厉声喝道：苏欣，你疯了吗？很快，他的声音就被不远处的爆破声淹没，整个地面似乎都在随之摇晃，炸弹溅起的黄土落在我们俩身上。我没理会他的呵斥，缓缓抬起头看了一眼四周，然后飞快地从地上爬了起来。季寒风显然是被刚才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到了，愣愣地坐在地上，没有任何反应。我朝他瞥了一眼，顺势将他拉起来，先去里面躲一躲。季寒风显然被吓破了胆，声音都在颤抖。苏欣，刚才我们是不是差点就命丧黄泉了？我早已对这种时不时危及生命的状况习以为常，而这对他来说却是前所未有的经历。我抿了抿唇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开口道：等会儿我让队长找人送你回去，以后你别再来了。季寒风脸上脏兮兮的，他紧紧握住手机，陷入了沉默。没过多久，队长就找了当地的人过来，那人开着一辆破旧的皮卡，招呼着让季寒风赶紧上车。临走之际，我往司机的手机里多塞了2张钞票，叮嘱他一定要把人安全送到机场。即便我和他之间的情分已到尽头，但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消失。季寒风没有说话，似乎还沉浸在之前的恐惧之中。我再次回头时，只看到他飞快地跳上车的身影。我微微扯了扯嘴角，仿佛早就料到他的反应。回到营地后，之前的同事走过来跟我八卦：刚才那个帅哥是你对象吗？千里迢迢来找你，果然是真爱啊！不像我男友一听说我要出国援助，立马就跟我分手了，还找了个小姑娘。不过，你男友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我默默收拾着桌上的饭盒，轻描淡写的说道：不是男友，是前夫。同事愣了一下，随后也不再多问。很快，我就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。直到2年后，我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得以回国。如今的我对整个医学领域有了更深入、更高层次的认知。而这次和我一起回来的，还有我的男朋友晴天。我们是在战地相识的，那次救援发生了大爆炸，我因为连续工作过度劳累，直接低血糖晕倒在地，眼看就要被炸得粉身碎骨。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人影冲了出来，将我紧紧护在身下。我并无大碍，晴天却被炸伤了一条腿。我心怀愧疚，决定以身相许，承诺照顾他一辈子。起初，我确实是怀着照顾他、弥补他的心思和晴天在一起的。但渐渐的，随着相处的深入，我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心意。他的温柔、包容、深情以及善解人意，让我冰冷的心逐渐被温暖。我发现，我似乎又有了重新去爱一个人的能力。在同事的撮合下，我从心底接受了他，和他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男女朋友，并承诺与他相伴一生。我想，或许是上天看到我孤身一人太可怜，所以特意将缘分送到了我的身边。所以这一次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段缘分。很快，到了回国那天，昔日中心医院的院长亲自来机场接我，他满是欣慰地打量着我，瘦了不少。苏欣，这2年你在外面受苦了。这普通至极的慰问话语，却让我的内心狠狠一颤。我强忍着鼻尖的酸楚，张开双臂与院长拥抱。刚走没几步，我就在不远处看到了牵着男孩的季寒风。他不知从何处得这消息，居然也跑到机场来看我。但短短2年时间，他的变化很大。他胡子拉碴，眼下乌青，眼里布满了红血丝，不再像从前那般精致，反而多了许多沧桑，头上也多了不少白发。一看就知道季寒风这几年过得很不如意。犹豫了片刻后，季寒风最终还是没有走上前，缩回了想要伸出来触碰我的手。我只是面无表情地望着他。我身边的晴天察觉到了什么，主动牵起我的手，与我十指相扣。苏欣，那位就是你的前夫吧？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？他好像有话想对你说，但话语中分明满是醋意。我这个爱吃醋的男友，占有欲还是那么强。我收回目光，轻轻摇了摇头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况且我都有你了，和他有什么好说的？从我离开满月宴席的那一刻起，我和他之间就已经形同陌路，再也无话可说。被我这么哄着，晴天这才消了醋意，一把将我拉入怀中，母亲。苏欣，我好爱你。我低头轻笑，我也是。然后我收回视线，扭过头走上了车。车子开出去没多远，我收到了季寒风发来的信息。这2年间，他断断续续一直在给我发信息，只是我用的不是国内的电话卡，自然没有接收到。而就在1分钟前发来的信息，只有短短3个字：对不起。我的手指在屏幕上停留了许久，随后将季寒风删除并拉黑。接着，我把掰断的电话卡扔出窗外，就像抛弃了我所有不堪与错付的过往。这辈子，我都不想再和他有任何联系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我紧紧握住身边人的手，黑暗消散，往后的日子一片光。